这边的海拔这么高，我随便一敲，这石头之上很多化石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还比较大，这不知道什么虫子，你看，这个很大，很大的一个化石。这些都是不知道什么虫，你看，纹路很清晰。贝壳，可能以前是海底啊。这是贝壳吗？这可能是贝壳。哎，对，这个应该是2个，是1个。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山西。那今天石头又来到山里面，带大家看一些闲置的老房子了。这边距离县城25公里，距离附近乡镇集市18公里。这边的海拔800米左右，夏天非常的凉快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栋房子，已经10多年没有住人了，房子破损的非常严重。这是进入房子的路面，宽约3米左右，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子里面的。可以看到房子的周边都是竹林。这是一栋坐东朝西的房子，这边通水通电，没有网络，自己牵线的话是可以的。这边喝的都是山泉水，今年干旱时间比较久，这个时候水流量已经很小了。房子的周边空地很多，环境也是非常好的。干旱的时间太久了，现在这边的水只有一点点水了，4个多月没下雨了。这家人是不在这边住了，所以他们家的水管可能是关掉。如果像其他人的家里，他可能是可以放出一点点的。关了是吧？有口，有闸口是吧？有阀门在哪？有哪个？在山里面啊，基本上就养点牛，养点羊，日子过得清闲，环境没得说，非常好。这边一大片的竹林，整个院子全部被竹林包围了，都是楠竹，过了一段时间就有冬笋了，春天又有春笋。山里面不缺蘑菇，这个季节只要一下雨就开始长蘑菇了。这栋房子3开间木房子，中间是堂屋，两边是卧室。这栋房子10多年没住人啊，很多地方是已经坍塌掉了。房子没有多大，开间4米左右，楼层高度5米左右，房子有点倾斜了。这样的房子基本上需要重建才能够住人。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子里面的。整个院子有100多个平方，房子的占地面积200多个平方，接近300个平方左右。旁边有块空地，房子的背后也是一大片的竹林。如果不走进来看的话，几乎发现不了这边是一栋房子。从房子的侧面走过去，有些空地，在这边养鸡，种点菜，挺不错的。那这边这些木板全部都已经坏掉了。很多人说干嘛不去拍一些比较好的房子，没有办法，我们湘西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好房子老百姓要留着自己住，现在重新建了房子之后，像这样的老房子都需要第一时间全部拆掉。所以就像镜头前方的这栋木房子啊，现在都为数不多了，以后啊都很难再见到了。屋顶上的瓦已经很多地方都坍塌了。
整体的立柱还不错，还有修缮的空间。这边的村子现在还住着10来户人家，很多这样的楠竹都是很大一根的，当地人也不砍掉拉出去卖，交通不方便，运输的成本太大了。这栋房子我们从侧面来看一下，进深大概6米左右，房子没有多大，没有偏房，整体看结构还挺好。其实房子下方就是比较高的一座土坎，7、8米左右。如果没有这些竹子的话，视野应该是挺不错的。住在山里面，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养点土鸡，而且家里是不修鸡圈的。这些土鸡都是满山遍野的跑，肉质非常的好。就像我们走在竹林中间，偶尔都能够发现地下有几颗鸡蛋。挺可惜的，来到这边给我的感触挺深的。这就是非常现实的农村生活。大山里面赚不到钱，小孩子读书不方便，长大了之后都要往城里面跑，空气环境非常的好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要工作，要赚钱，要养家，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。老房子没人打理，没人修缮，最后一点点的开始坍塌，最后倒掉。就像镜头前方的这栋木房子，现在很多地方千疮百孔，不修的话也许就几年吧，就会倒掉，到时候变成了一堆木材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，康居北苑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石头君带大家去山里面看一些都便利，而且房子的结构也不怎么好，能不能带大家看一些交通方便的？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呢，是在国道上，这是一条2里，以下呢是一条峡谷，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房子呢，就是看这条路啊，修得挺好的，过往的质量很多。这边距离县城经历了4年，距离镇上呢也差不多。这栋房子是可以开车上去的，但是我的车呢是在沿。以下呢是他们家的菜地，种的有些辣椒、茄子，这边刚刚挖出来，准备是种一些小白菜之类的。这栋房子啊，通水通电，交通是普遍，而且步行走到国道边就有公交车下到县城里。整个房子的院子啊很宽，地理位置啊也比较高，比马路高了将近有4米左右。以前啊，这户主人家呢在这边是种了一些盆景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都是盆景。整个院子是没有做硬化的，所以是长了很多杂草，算是一栋闹中取静的房子。住在房子里面就可以听见过往的车辆的声音。这是一栋砖房，盖的是本地的青瓦，有1、2、3、4间。房子的进深啊，将近有6米左右。以前他们家还做了一些生意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实际上细心的朋友是可以看得清的。
他们家以前是卖花盆的，以前我来过这边买花盆，看这些花盆啊，做的还挺好，可惜现在都是放在这边，好像也没人过来买了。那大家还会说，这样的一栋房子太巧了，交通倒是挺便利。旁边呢种了一些绿化树，房子也是靠着大山而建。房子的背后呢是一条很深的峡谷，待会儿呢我们要走下去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栋房子啊是坐西朝东，到傍晚就很凉快了。这边的海拔将近有400多米左右，到夏天也是比较凉快的。管子是用来干嘛的？这里有一大堆的沙子，以前都是做这个花盆。看来主人家也是比较爱种这些花花草草。这边有好几个不锈钢的台子。这里面啊，房间是非常简陋的，放的有些机器，可能以前他们家是开餐饮的，有些餐具。房间很简陋，我们就不去看了。这栋房子如果要住的话，要适当的装修啊，要不然是住不了人的。实际上，这栋房子在那边大门口的位置，做一道铁门，哎，这里呢，整个山头就是他们家的，非常的，就是说与外界是隔绝的，隐秘性呢倒是非常不错。实际上，这里种上一排大树，坐在院子里面是，声音呢也比较小，只是离马路比较近而已。这里是可以走到房子的背后。这底下峡谷的水流声已经可以听得到了，看，底下是下寨河，河水是很清澈的，因为这边是饮用水。这背后啊还有一小块的空地，实际上清理出来呢可以搭建一个偏房。以前这边是有一台变压器的，现在不用了，已经拆走了。有2根电线杆，上面可能是没有通电了吧，现在不用了。实际上这样的电线杆是可以给它移除的，给它移走吧。这背后还挺宽的，将近有好几十个平方呢，加建一个偏房出来，倒是挺不错。以前他们家都在这里留了一道门。这栋房子是没有做粉刷的，砖体结构。房子的内部呢也没有做粉刷。那边是一处水电站，常年发电。哎，环境倒是很不错啊。大山里面鸟语发香，知了声叫不出去。这样一处院子，交通方便，大家觉得究竟如何呢？最近我不是拍了很多闲置房吗？有很多热心的朋友给我留言，我都看了。还有些朋友啊，在私信里面也给我留言了。他们说啊，想到农村里面找一套闲置的房子用来养老。我说那可以啊，也可以来看一看。他们就要求啊，房子呢又要好一点的，背山靠水啊，视线又好，院子又要大，旁边呢最好还要有2、3亩的地。然后呢，房子还要打理得干干净净，可拎包入住，
而且房租还不能太贵。那我说，你要求这么多，干脆别来了吧。因为农村里面的房子，它整体的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的。如果房子很好，各方面都比较优秀，那这栋房子呢，主人家他是不愿意租的，知道吧？现在能租的大部分都是一些闲置的农房，它的房子整体情况就不会太好，而且房租是特别便宜的。大家想要那种拎包入住，又比较方便，又不用打扫，又不要装修的房子，又想租金要便宜，那几乎是不可能。这样的房子租金很少，哪个愿意租给你？想都想得通啊！自家的房子好好的，我想住就来住，不想住的话我就空在那里，对不对啊？就像我们看到的这栋房子啊，它实际上也是闲置了很多年，主人家呢偶尔会上来，所以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如果你想租，可能它的租金并不贵，但是它需要改造的地方就比较多了。你要适当的进行装修啊，可能瓦片啊需要给它换掉啊，然后房间里面呢做一个粉刷，整个院子呢要除一下草，做一下硬化，对不对啊？如果真的是又便宜又好的房子，我确实我这里是找不到的。当然，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拍的是比较啰嗦，说的也比较多，我只是说了一个实际的情况，也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吧。如果真的要求太多的话，我就建议你们还是在城里面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生活，不要想到农村里面，又想怎么样去花很少的费用去居住隐居下来，对不对？那是真的是不现实的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啊，实际上综合来讲还是挺不错的。如果对于一些没有车子的朋友，我倒是觉得比较友好，走出去大概10多米啊，就可以搭车到县城，而且距离县城也非常近，交通便利，居住生活的成本是比较小的。在农村里面呢，环境都挺好，是不是啊？而且夏天也不会太热。这边啊，我发现是真的石头山呢。刚才我推了一下，是推不动的。他们家建房子的时候，院门口就有这样的石头山，他也不给它打掉，给它留起来，在旁边种上一些盆景，会显得格外的协调，也很好看，对不对啊？其实整个院子漂不漂亮，还是靠自己去打理的，对不对？就像这个院子啊，很宽，整个院坝呢将近有100多平，怎么去做都是可以的。这边啊，我发现一些，应该是从山洞里面拿出来的一些熔岩，还挺有造型的。其实我们山西这边啊，山洞是多的。好了，也给你们说了这么多，那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闲着没什么事，又跑到山里面来了。有些热心的观众啊，在我的视频里面留言，他们说啊，现在大城市里面的生活、工作、车贷、房贷压力太大了，不想在大城市里面生活了，想通过我在农村里面找一套闲置房或者一个闲置的庄园、农庄之类的，进行改造，然后呢养老。自己在农村里面做点事情，那确实啊，可能如大家所说吧，大城市里面的生活确实很卷，压力很大。
但是农村里面实际上压力也不小的。之前我拍过很多期视频，有些废弃的庄园、农庄，还有一些做农业各方面的都很多，养殖的很多场地啊都闲置出来，都废弃了。在农村里面，如果一不小心去投资做这些的话，真的也可能亏的是血本无归。大家还记得吧？曾经有一个在山顶上的民宿啊，亏了100-200万，都是很常见的。那今天我所来到的这个地方呢，也是我朋友的一处农庄。以前刚开业的时候生意挺好的，但是呢后面碰上了疫情还有各方面的原因，整个农庄呢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废弃的状态，真的是物是人非了。那现在就转个镜头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样的一处地方究竟还值不值得再去投资，继续给它经营起来。我的车呢是从马路那边开过来的，这边距离主路将近有200米左右。因为这边是没有硬化，铺的是砂石，所以路面呢是长满了杂草。这处农庄呢是比较简易的，以前建的有一排房子，有厨房，还有一些房间，基本上是供本地人在这边消费、娱乐、吃喝的一个地方。这外面呢有很多钢棚架，做成一些小包间。以前这里面呢吃饭的人还比较多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每个包间呢将近有30多个平方左右，可以放下2到3桌客人。这处农庄的下面啊是有一处鱼塘的，就在那边。待会儿呢我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可以停车，大概能停个20多辆车吧，还挺宽的。地理位置呢也比较平，靠近乡镇有3公里，距离县城啊将近有20公里左右。整个农庄呢主要就是这排房子，还有呢就是农庄的旁边呢有几十亩的防桃园，平时呢供一些本地的朋友过来采摘，然后呢还可以在这边煮饭吃，带上孩子啊各方面的，有些小型的娱乐活动，还可以到农庄外面呢那处鱼塘钓鱼。房子已经闲置了差不多有5-6年左右了吧，上面盖的呢也是彩钢瓦，房子是非常简易的。现在是可以透过窗户啊看一下，这边是以前的厨房，里面有些灶台，外面是放了一些桌椅板凳。透过窗户我们看一下，这处灶台啊里面也是乱七八糟的了。这里面还有2个卫生间的。看，这边现在堆放的是一些烟叶了，估计农庄不做了之后，可能是本地的一些老乡呢，把它给利用起来了。这排房子啊，将近有7间左右。其实这边的门是没有关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以前这边就是工人吃饭的地方，你看还有一些摇椅呢。房子很简陋，但是刚开业的时候生意倒是挺不错的。因为城市里面的人啊，大部分他就是说在农村啊有这么一处地方，闲暇之余呢带着小孩一起过来
做一些亲子活动啊，钓鱼啊，做些娱乐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以前的餐桌呢都不见了，但是上面的那块餐桌的玻璃还在那里。其实每个房间啊都将近宽有4到50个平方左右，这应该是那种移动的板房吧。这处地方确实有点可惜了。看，这里还有办公桌。以前这边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户外的厨房，这边通水通电，挺方便的。现在房子的周边啊都种了一些烟叶，整个院子倒是挺宽的，将近有100多平了。如果整个农庄的占地面积大概有30多亩吧，加上桃园，有一处鱼塘。基本上这边的土地呢都是和村里面的老乡流转下来的，流转的时间是40年。门口呢种了一些桂花树，视野也是挺开阔的。其实那底下呢还有一处大一点的鱼塘。好多人说自己的运气不好，确实如此。就像我朋友的这处农庄呢，刚开业的时候确实挺不错的，但是后面碰上了疫情之后啊，一下子就没什么生意了。后面慢慢的，好多设备呢就搬走了，也不想再经营再做下去了。确实这几年啊，消费能力是越来越低，好多人有钱的不愿意拿出来花了，想花钱的呢又没有钱，很现实的一个情况。之前不是有很多朋友问我吗，在湘西这边有没有一些闲置的农庄或者一些养殖场，想给他租下来养点牛羊，然后种点果树，自己呢一年辛苦点也能养得活自己。像这样的一处地方呢，确实可能和大部分的一些网友啊想法差不多，应该是比较适合的一处地方。如果现在把它盘下来的话，旁边的土地还有那么多年的经营权，把它继续给利用起来，我觉得倒是很不错的一个方案吧。当然，如果想继续再去做农庄的话，一定要想好怎么去经营，对不对啊？要不然，看着这排房子把它投资下来，实际上整个费用也不少的。还好这边是通了公路啊，直接把两边的杂草砍干净，然后呢，路面做一个清理或者做一个硬化，车子开进来都是非常方便的。距离高速公路的路口也很近，将近也就4公里左右吧。这里距离花园县的机场将近也就6公里，很便利的。距离吉首市呢差不多有60多公里，吉首市那边呢就有高铁。这个位置啊都可以停车的。实际上整个农庄还是很宽的，这里有条路可以走到鱼塘边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得通啊。之前我还来过这边钓鱼呢，那底下呢也是有处鱼塘。其实在农村里面创业，如果是方案做得比较好，一年也可以赚上不少的，但实际呢碰到的问题也是挺多的。就像今天我们所到的这处农庄啊，首先你要考虑它的客源，还有
要考虑它的成本，对不对啊？我的朋友说啊，如果想把这边住下来的话，一年呢也就大概7、8千这样的一个价格吧。然后呢，像和老百姓流转的土地呢，自己去付租金就可以了。这边我是发现啊，杂草太深了，而且很多露水，我就不准备走到鱼塘边上给大家看了。那底下呢就是一处鱼塘，待会儿呢我们航拍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。在门口的位置是有一条小水沟的，就在这个位置，现在还是流着水，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啊，看到吧？其实山里面的水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。对于这样的一处废弃农庄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那这期的视频啊，我就为大家拍到这里吧。我是石头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